各位新老朋友们，欢迎来到嘉诚养生道，收看本期的节目。炎夏的香港，街头是35度的高温，柏油路都被晒得发烫。但如果你走进中环的顶级写字楼或是高档茶楼，你会发现冷气开得简直像个冰窖。有意思的是，在这个街头后生仔恨不得大口喝着冰镇冻柠茶的季节，那些真正手握巨额财富的顶级富豪们，却偏偏在夏天做着最反常识的事。他们西装革履，手边永远是一杯温热的茶水，哪怕热得出汗，也绝不会碰一口冰水。很多老人家会觉得这有什么稀奇？老人家本来就怕冷嘛。但请大家仔细回想一下，一到夏天，你是不是经常觉得早上起来眼皮浮肿，脸也肿？是不是哪怕什么都没干，到了下午依然觉得小腿又胀又沉，像灌了铅一样？是不是天天待在冷气房里，反而觉得浑身骨头酸痛？大便总是粘在马桶上冲不干净，而且一点胃口都没有。如果你有这些症状，请千万不要觉得这只是单纯的年纪大了，精力不济。你其实是掉进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度夏陷阱里。如果你不把身体运作的底层逻辑搞懂，你在这个夏天喝再多的清热下火汤，不仅排不出毒，反而会把你身体里最宝贵的本钱给掏空。到底该怎么度过这个危机四伏的夏天？其实很多注重保养的名人富豪早就有了他们的底牌。正如李嘉诚的私人医生曾指出的那样，应对这种复杂的气候，建议现煮现喝三豆水，也就是用黑豆、绿豆加上红豆或者是赤小豆熬制而成的古方汤水，它在利湿、消水肿方面的效果出奇的好。但这碗看似简单的三豆水，如果喝错了体质或者煮错了方法，同样会变成伤身的毒药。文末我们会重点拆解饮用三豆水必须注意的3大禁忌。不过在告诉你怎么喝之前，我们必须先弄明白一个性命攸关的医学原理。为什么在最热的3伏天，你的身体反而最怕冷？很多老人家以为夏天天气热，身体里面肯定也是热的，所以要拼命吃西瓜，喝冰绿豆汤来降火。这其实是中医养生里最大的误区。大家有没有在乡下打过井水？你会发现一个神奇的自然规律，冬天打上来的井水是温热的，而夏天最热的时候打上来的井水反而是冰凉刺骨的。人体的运作规律和这口水井一模一样，即将进入3伏天的初伏，此时外界的温度达到了1年中的顶峰，热气全浮于地表。为了散热，我们身体的血液和阳气会本能的全部涌向皮肤表面，化成汗水排出去。这就导致了一个极其严重的后果，老年人体内反而偏虚偏寒。你身体内部的器官，尤其是掌管消化和吸收的脾胃，此刻就像夏天井底的水一样，是1年当中最缺乏阳气保护、最寒冷、最脆弱的时候。这时候如果你还因为贪图一时的凉快，去大口喝冰水或者猛吹冷气，就等于是在本就火气不足的灶台上又狠狠地泼了一盆冰水。脾胃的火一灭，你吃进去的食物代谢不掉，喝进去的水循环不出去，它们就会停留在你的体内，变成中医学上常说的湿气和浊水。这就是为什么你夏天反而会觉得腿脚沉重、胃口奇差、湿气缠身的根本原因。所以真正高明的养生，绝不是在夏天盲目的清热降火，而是要懂得如何温和地把体内的湿气排出去，同时还要保护好你脆弱的脾胃。这就是为什么私人医生极力推荐这碗传承自宋代的三豆水。但是请注意，绿豆、黑豆、赤小豆这3样菜市场里几块钱就能买到的食材，它们之间的搭配比例是有严格讲究的。更重要的是，如果你的脾胃本就很差，平时就容易拉肚子，
在煮这碗水的时候，你必须往里面多加一样东西，否则喝了马上就会腹泻腹痛。那么这碗富豪圈都在喝的山豆水，到底该怎么挑豆子？正确的黄金比例究竟是多少？对于脾胃虚寒的老人，又必须要加哪一味神秘的厨房调料呢？大家可以先在评论区猜一猜这是什么调料，顺便点个赞。我们接着进入第2章，为你深度揭秘这碗山豆水的顶层逻辑，保你平安度夏。在上一章的结尾，我们留下了一个关乎性命的悬念：脾胃虚寒的老人家如果想喝山豆水，必须要加一味神秘调料。刚才我在评论区看到有很多懂养生的长辈已经猜到了，没错，就是咱们厨房里最不起眼的生姜，再配上少许红糖。至于为什么要加，具体的黄金比例到底是多少，我们会在第4章的避坑指南里为大家详细拆解。现在让我们先弄明白这碗水到底凭什么能上顶级富豪的餐桌。说到山豆水，很多老人家可能会撇撇嘴，哎呀，不就是把3种豆子混在一起煲糖水吗？这有什么稀罕的？在很多人的想象里，像李嘉诚这样的商界大佬，到了夏天，餐桌上摆的肯定是冬虫夏草、顶级雪燕，最次也得是名贵的高丽参。但事实恰恰相反，真正的有钱人到了晚年，早就看透了那些花里胡哨的名贵补品。他们最信奉的养生哲学其实只有8个字：大道至简，顺应天时。正如私人医生极力建议的那样，越是到了3伏天这种极端天气，越建议大家现煮现喝山豆水。千万别小看这碗由黑豆、绿豆和红豆，也就是赤小豆熬出来的汤水。它可不是什么现代人发明的网红配方，它的原名叫做山豆汤，最早记录在宋代的医学典籍《诸氏集验方》中。几百年来，它一直都是老中医们用来对付夏季暑热和体内湿气的秘密武器。那么问题来了，菜市场里豆子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是这3种？它们到底在我们的身体里施展了什么魔法？我们一样一样的来拆解。首先是大家夏天最爱买的绿豆，很多长辈一到夏天就喜欢包绿豆沙，甚至放进冰箱里冰镇，觉得能清热解毒。绿豆确实是个好东西，它性凉，能够清暑祛湿，缓解伏天湿热带来的心烦、口干舌燥和胃口下降。但是大家还记得我们在第1章说过的打井水原理吗？3伏天，你的脾胃其实是最虚最寒的。如果你天天单喝一碗寒凉的绿豆汤，简直就是拿着冰块往原本就虚弱的胃里砸。很多老人家喝完纯绿豆汤就拉肚子，胃痛根本原因就在这里。这时候就需要我们的第2位主角出场来救火了，也就是黑豆。黑豆是这碗水里的定海神针。在中医看来，黑豆入肾经，性平，它加进去最大的作用就是健脾补肾，并且完美的缓和，中和掉了绿豆的寒性。而且黑豆里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和花青素。老人家夏天流汗多，伤了阴气，容易觉得疲劳乏力、腰膝酸软，黑豆就能在清热的同时，悄悄帮你把流失的精气神给补回来，甚至对老年人的骨质疏松都有一定的辅助好处。最后是整个方子里负责搞卫生的清道夫赤小豆。这里我要特别提醒各位长辈，去菜市场买豆子的时候，千万要睁大眼睛，一定要挑那种细细长长的赤小豆，千万别买成那种圆圆胖胖用来煮红豆沙的普通红豆。普通红豆偏重于补心血，但赤小豆才能健脾利湿、消肿排浊。赤小豆里面含有一种叫皂角苷的成分，它能把身体里代谢不掉的多余水分和钠盐顺畅地排出去。它顾护着脾胃，一点一点把你血管里、肠道里的湿热垃圾给扫地出门。
绿豆清热，黑豆补肾，赤小豆祛湿，这3种最平价的食材组合在一起，相互配合，互相制约，达到了中医养生里一个极高的境界。清而不寒，利而不伤正，意思是说，它既能帮你把3伏天的毒火和湿气清出去，又绝对不会伤到你的脾胃和元气。这才是顶级富豪们把它当作度夏底牌的真正原因。所以诗人医生才会特别指出，这碗山豆水在利湿消水肿方面的效果极其出色。但是听到这里，可能很多老人家会有疑问，你一直说湿气，说水肿，但我怎么知道我自己体内到底有没有湿气呢？你是不是经常觉得早上起床时手指发胀，眼皮沉重？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明明没吃多少东西，肚子却总是胀鼓鼓的，小腿按下去还有个坑？在下一章里，我们将化身你身体内部的巡视员，带你去看一看，一旦身体里的下水道堵塞了，那些排不出去的食水是如何变成让你浑身酸痛的毒药的。如果你最近也总是觉得睡不醒，身体发沉，请在评论区打出去湿气3个字，我们第3章接着为您深度揭秘。上一章结尾我们问大家怎么判断自己体内有没有湿热，其实身体早就给你发出了求救信号。很多长辈早上起床去洗手间照镜子时，会发现眼皮总是肿肿的，脸大了一圈，去茶楼喝早茶，明明只是坐着没怎么动，但到了下午就觉得小腿又胀又沉，甚至连原本合脚的鞋子都变得有点紧了。更难受的是，上厕所时大便总是黏黏腻腻，冲水都冲不干净，白天总是觉得没精神，脑子像裹了一层湿毛巾一样昏昏沉沉。很多老人家会把这些症状归结为年纪大了，老毛病。但在那些顶级富豪和企业家的眼里，这种状态是绝对不允许存在的。像李嘉诚这样的商业巨头，每天要处理海量的信息，做出涉及100亿资金的决策，他们必须保证自己的大脑时刻清醒，精力极其充沛。如果身体沉重，疲惫不堪，就算有再多的钱，也买不回清晰的头脑和干活的体力。所以他们的私人医生团队把夏季保养的重中之重放在了排污祛湿上，因为在他们看来，湿气就是堵塞身体这条高速公路的致命淤泥。为什么到了3伏天，老年人特别容易水肿和湿气重？这就涉及到了我们身体的微循环科学。年轻的时候，我们身体的水泵很强壮，喝进去的水，吃进去的盐，能迅速通过汗液和尿液排出去。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老年人的血液循环开始变慢，肾脏的代谢和过滤功能也出现了轻度的衰退。这就好比一个用了几十年的老旧下水道，水管老化了，水流变慢了。这个时候，外面的天气又闷又热，如果你在贪凉喝了冷饮，伤了脾胃，你身体里的这些废水就彻底排不出去了，它们只能停留在你的细胞间隙里往下沉，这就变成了下肢水肿；往上走就变成了眼睑浮肿，停在肠胃里就变成了大便黏腻和没有胃口。明白了这套生命科学的底层逻辑，你就会立刻懂得为什么私人医生会明确指出现煮现喝山豆水利湿消水肿效果好。在这碗汤水里，真正起到疏通下水道奇效的，就是我们上一章重点强调的赤小豆。现代科学研究发现，赤小豆的外皮中含有丰富的皂角苷成分，这个成分简直就是天然的排污小能手。它进入老年人的身体后，能极其温和地刺激肠道和微血管，促进体内多余的钠盐，也就是让你水肿的元凶和食水一起代谢出去。更绝妙的是，如果我们在医院里吃利尿药，往往药效很猛，
排了水的同时也伤了肾气。但这碗山豆水里的黑豆，此刻正发挥着托底的作用。黑豆入肾，它在赤小豆往外排水的同时，牢牢地护住了你的肾气和脾胃。这就是中医里最高级的智慧，它不是简单粗暴的抽水，而是温和地帮你修复身体的排水系统。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感受到这碗汤水的威力，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例子。家住广州荔湾区的陈伯，今年72岁，是个地道的老广。每天雷打不动的习惯就是去茶楼探早茶。广州的夏天闷热潮湿，茶楼里的冷气却总是开得十足。前几年，一到即将进入3伏天的初伏，陈伯就开始遭罪。正如我们前面所说，这个时候热气全浮于地表，老年人体内反而偏虚偏寒。陈伯每天下午从茶楼出来，就觉得2条小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用手指按一下小腿肚，半天弹不起来。连他最爱吃的排骨拼凤爪，看着都觉得发腻，大便更是天天黏马桶。陈伯知道自己这是湿气重，于是天天去街边的凉茶铺买那种极苦的念世味来喝，结果湿气没除掉，反而把胃喝坏了，稍微吃点凉的东西就胃痛反酸。后来陈伯的女儿给他找来了这个温和的方子，陈伯每天早上耐着性子把黑豆、绿豆和细长的赤小豆放进砂锅里慢熬。一开始他没抱太大希望，但连续喝了小半个月后，奇迹发生了。他发现自己早上起床时照镜子眼皮不那么浮肿了，下午去公园看人下棋，原本胀痛发沉的小腿居然感觉轻松自如。最让他高兴的是，胃口变好了，舌头上那一层厚厚的白腻苔也渐渐消失了。陈伯逢人就夸，这3样不起眼的平价豆子，硬是把他身体里堵了10几年的下水道给彻底疏通了。当你把这碗山豆水喝下去，随着那些多余的湿浊水分通过尿液排出体外，你会发现小腿慢慢变轻快了，早上的脸也紧致了，整个人就像是卸下了几十斤的重担，神清气爽。但是听到这里，大家先别急着去厨房抓豆子。古话说得好，甲之蜜糖，乙之砒霜。这碗能救命、能排毒的山豆水，有3类老人家是绝对不能随便喝的。如果你不懂自己的体质，盲目跟风，不仅排不了湿气，甚至可能会加重肾脏衰竭，或者直接让你腹泻不止，需拖进医院。诗人医生在文末特别提出了需注意的3大禁忌。你的体质到底能不能喝？如果脾胃虚寒又想喝，到底要怎么改良配方？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们拆解了山豆水神奇的祛湿原理，但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有一件让人痛心的事情：再好的名方，如果用错了人，不仅不能救命，反而会变成伤身的毒药。正如诗人医生在推荐这个方子时，极其郑重地在文末提出需注意的3大禁忌。养生最大的智慧，不是知道自己该补什么，而是清醒地知道自己绝不能碰什么。在很多长辈的家族群里，大家特别喜欢转发各种养生秘方。今天张阿姨喝了山豆水，觉得腿不肿了，明天李伯伯马上就跟着煮一大锅，甚至当白开水一样天天喝。结果呢，李伯伯没喝几天，不仅开始拉肚子，甚至还因为浑身无力被送进了医院。为什么？因为每个人的体质千差万别，如果不把下面这3大生死线搞清楚，你喝进去的就不是救命水，而是催命符。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我们来看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血泪教训。家住深圳的林阿姨今年68岁，是个典型的热心肠，最喜欢在家族群里转发各种养生文章。去年夏天，林阿姨在群里看到诗人医生建议现煮现喝山豆水，说它利湿消水肿效果好。林阿姨
一拍大腿，心想这可是顶级富豪都在用的好东西，肯定错不了。为了图省事，林阿姨一次性买了好几斤豆子，每天晚上用大号不锈钢锅熬上满满一锅。更要命的是，等汤一放凉，她就直接整锅塞进冰箱里。第二天早上起床，林阿姨习惯性的空腹倒出一大杯冰镇的山豆水，咕咚咕咚就灌了下去。她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体质本来就偏脾胃虚寒，平时吃点西瓜都容易闹肚子。这冰镇的偏凉性汤水一下肚，简直就像是在本就缺乏阳气的胃里泼了一盆冰水。仅仅连着喝了3天，林阿姨就出了大问题。一天半夜，她突然开始剧烈腹痛，上吐下泻，整个人虚脱到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最后被120救护车紧急送到了医院的急诊室。医生一问情况，连连摇头叹息。林阿姨这一顿操作，精准地踩中了所有的雷区。第一，她犯了脾胃虚寒者忌大量空腹饮用的禁忌。第二，她把原本应该常温饮的汤水变成了伤阳气的冰镇饮料。原本能清暑护胃的好方子，因为盲目跟风，不仅没带来健康，反而让林阿姨在病床上躺了整整1个星期，天天打吊针，元气大伤。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告诉我们，不看体质乱喝，再好的神仙水也会变成穿肠毒药。第一大生死线，脾胃虚寒，经常拉肚子的人绝对不能空腹大口喝。很多老人家常年手脚冰凉，平时哪怕吃一点点生冷的东西，肚子就会咕噜噜叫，甚至变糖拉肚子，这就是典型的脾胃虚寒。我们前面说过，山豆水里的绿豆本身是偏凉性的，如果您在早上空腹的状态下直接灌下一大碗山豆水，就等于是在原本就缺乏阳气的胃黏膜上直接泼了一盆冷水，胃气一伤，湿气反而会更重。避坑解法，如果您属于这类体质，又确实觉得身体困重，想要祛湿，请务必在煮的时候切上3片生姜，再加一点点红糖。生姜能驱寒，红糖能暖胃，并且一定要在饭后温热着喝，千万不要空腹。第二大生死线，肾功能不全，有慢性肾病的老人家千万不能盲目跟风。我们常说山豆水能利尿消肿，但这依赖于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您的肾脏过滤功能基本正常。老人家要知道，所有的豆类食材中都含有大量的植物蛋白和钾元素。如果您的肾脏排毒功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衰退，钾元素排不出去，就会在血液里堆积，引发非常危险的高钾血症。轻则让您浑身乏力，重则会导致心律失常。避坑解法，如果您有慢性肾病或者正处于痛风的急性发作期，请严格遵照医嘱，能否饮用、喝多少，必须听主治医生的，绝对不能擅自把它当日常饮品。第3大生死线，阴虚精亏，明明没有湿热的人，不能天天当水喝。有些长辈平时并没有水肿，大便也是干结的，到了晚上总爱出虚汗，嘴巴和皮肤干得要命，这就是典型的阴虚。通俗点说，就是身体里严重缺水了。山豆水的核心作用是排水祛湿，如果您身体里本来就缺水，还天天喝它来抽水，这叫耗伤津液，您只会越喝越干，甚至加重体内的虚火。避坑解法，如果您没有明显的湿热症状，只是想喝点防暑降温，每周喝2次就足够了。如果您觉得口干舌燥、阴虚明显，可以在煮的时候加2颗乌梅、1小把百合，把丢失的津液悄悄补回来。最后，无论是哪种体质，都要牢记私人医生的一句至理名言，建议现煮现喝山豆水，千万别贪图省事，一次煮一大锅放进冰箱里，喝的时候拿出来直接灌。冰镇后的山豆水寒气直逼5脏6腑，完全违背了3伏天热养生的初衷。
对于有糖尿病的长辈，也一定记住不要额外添加冰糖或白糖，避开了这3大禁忌，我们才能真正把健康的底牌攥在手里。在接下来的第5章，我们将为大家进行极简总结，并探讨如何通过日常的微小自律，换取晚年的高质量生活。我们用了整整4章的篇幅，为大家深度拆解了3伏天养生的底层逻辑。为了方便长辈们记忆，我们再把最核心的精髓为您梳理一遍。在这个热气全伏于地表，体内反而偏虚偏寒的3伏天里，最好的度夏底牌不是冷气，也不是冰镇西瓜，而是私人医生建议的这碗现煮现喝3豆水。记住这3个主角：清热的绿豆、补肾的黑豆、祛湿消肿的赤小豆。这3者配合，利湿消水肿效果好，且清而不寒。但同时，请一定牢记那条生死线：脾胃虚寒必加姜糖，肾病患者切勿盲从，阴虚体质切忌天天当水喝。回到我们视频一开头提到的那个现象，为什么像李嘉诚这样的顶级富豪，到了夏天反而那么怕冷，甚至连一杯冰水都不碰？很多老人家以为有钱人的长寿是靠着吃名贵补品、住高级病房换来的，但实际上，真正的健康壁垒往往藏在这些最不起眼的日常自律里。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身体就像一家公司，你在年轻时透支的每一分阳气，老了之后都要连本带利地还回去。其实，我们普通人虽然没有千亿身家，但我们完全可以拥有和顶级富豪一样的健康智慧。这种智慧就是顺应天时，懂得克制，把健康的主动权牢牢攥在自己手里。人到了晚年，什么是最大的福气？不是子女每个月给你多少生活费，也不是住多大的房子。真正的福气是早上醒来眼皮不肿，下午散步时腿脚轻快，每顿饭吃得香，每天觉睡得好，不用天天往医院跑，不给儿女添麻烦，自己活得有尊严、有质量。这就是咱们老一辈人能够攒下的最硬的资产。今天这期视频知识点非常多，也非常关键。如果您看完觉得有收获，请务必帮我做2件事。第一，在屏幕下方点个赞，您的每一个赞都是对中医传统文化和健康科普最大的支持。第二，赶紧把这条视频转发到您的家族群里，或者转给您身边那些一到夏天就喜欢大口喝冰水、盲目煮绿豆汤的老伙伴们。您的一次转发，可能就帮他们避开了一次伤脾胃、伤肾脏的大坑。同时，如果您在这个夏天还有其他难以解决的身体困扰，比如总是睡不好，稍微一动就出虚汗，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留言，我会仔细阅读每一条留言，并在接下来的视频里为您继续拆解。3伏天酷暑难熬，外界的温度我们无法改变，但体内的温度却由您自己掌控。愿每一位看到这里的长辈都能养好脾胃，护好肾气，身轻如燕地度过这个夏天。这里是嘉诚养生道，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